随着军事科技的发展，中国海军用自身的发展证明自身已具备蓝海海军的实力。近日，据香港南华早报1月10日报道，表示在中国战舰即将迎来建造大潮之际，各界分析这些战舰将用向何方也非常有意思。与国内的分析不同，加拿大坎沃防务评论媒体总编辑表示很震惊，为什么大家像是已经确定中国能够建造数十艘大型水面战舰？主要探讨目标不应该是真的能有国家在10年内完成这一庞大目标？据报道援引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观察家的言论，随着周边沿海安全的需要和应对西方国家的威胁，我国数十艘驱逐舰和护卫舰正在研制中。对此，美国国会给出数字是10年内建造65艘战舰，大批量的战舰制造，毕竟军舰并不是短时消耗品。中国最终会用向何方？国内各界并不单单认为只是为了扩大海军规模。其中，接受港媒采访的军事观察家表示，鉴于中美两国的航母数量差距较大，中国需要弥补的是航母的空缺。届时，这些战舰主要的作用还是作用于保卫未来相继到来的航母。数十艘军舰的建造将消耗巨大的人力、财力以及钢材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也是为拥有一支能够保护其日益增长的航空母舰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的战斗舰队而努力。据我国军事杂志《军械工业科学技术》报道，透露中国正在制造20艘护卫舰，是升级后的20艘054B。中国的直20F 反潜机也将替代俄罗斯的卡尔巴直升机。援引北京军事专家周晨宁表示，军舰的大浪潮除了扩大本国海军的规模，更重要的是加速武器本地化。总而言之，回顾国内言论都是谈论中国军舰建造目标将剑指何方，这一点国外媒体很不一样。前有美媒关于中国海军增长速度的论文，后有加拿大媒体总编辑的震惊，真的能在10年内完成这一庞大的目标，不应该主要探讨如何完成目标的问题。据加拿大坎沃防务评论的总编辑安德烈章直接表示，网上透露的10年目标过于虚假，即使真的建造成功，先不提长期维护需要以及国防预算带来的沉重负担，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满足10年内训练近100艘现代战舰需要的指挥船长和水手指挥。对于这名编辑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一般一艘军舰的上尉至少需要在海军学校接受4年的学历教育，麾下的水手们也需要经历过全面的技术、心理和体育训练才能上舰。我国的话，对舰长、指挥官一类的要求可能更严格，比如需要一定的服役年限，甚至需要日常任务和训练中的突出佳绩。加拿大媒体认为，我国无法满足战舰所需要的海军将士，也是可以理解，但它还是对中国海军规模以及学院培养存在误解。中国拥有200多万现役兵员的国家，位居世界第1，这还是在不依靠强制征兵的情况下，是少有的仅靠自身招募便能达到每年的征兵需求的国家。强大的人民便是对国家国防建设的最大支持。另外，我国除了众多军校提供具有专业知识量的军官，1年1度的全国招兵以外，还有许多服完短期兵役的预备兵，如果有需求，这是可以重新进行召回的。所以10年内培养数十艘军舰所需要的人才，这对中国来说还真不是问题。最后，受到国内外国情的影响，当大家都在讨论新战舰、新武器建造时，外媒的关注点真的与众不同，总能跑到令人惊奇的角度。对于他们来说很严重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很简单。这也正体现了我国政策的优越性，不为资金或者人力消耗量发愁，而是以国防建设、国家强大为出发点去思考。据国防世界网站最新报道称，在 GF-17战斗机后，中国的歼-1B 可能会在巴基斯坦的购物清单中排名第2。这是真的吗？据央视新闻报道，随着最近一架运送中国军队的运20运输机从巴基斯坦返回中国，标志着中巴雄鹰9号演习成功结束。据说歼-1B 战斗机在这次演习中表现非常出色，巴铁他们会不会有购买欲望呢？据环球时报消息，联合演习历经了20多天，巴基斯坦空军在发表的声明中称，在中巴演习中，空军参谋长亲自乘坐中国战斗机体验了空中格斗优势，飞机型号还没有特别注明。不过中国有歼-1B、歼-10战斗机前往，现代化的歼-1B拥有超过 GF-17战斗机的优势，在这次演习上表现非常出色。如果巴基斯坦购买了歼-1B，这将进一步增强巴基斯坦空军的实力，同时价格也是巴铁买得起的3代版现代化的战斗机。GF-17战机是巴基斯坦目前已经服役的最为先进的飞机，因为它有出色的发动机功率、新升级的 AESA 雷达以及更多可以选择的导弹和炸弹。最近巴铁还宣布了 GF-17战斗机的升级版本即将生产，将配备 AESA 雷达、电子战、先进的瞄准吊舱以及给飞机配备超视距导弹，但是服役要等到2到3年后。鉴于巴军严重依赖 GF-17战机，这要等上几年。但是印度空军的36架阵风早已经服役，
巴基斯坦空军想要保持与印度空中力量的平衡，在购物清单里，中国的歼1 B 或歼10战机可能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正如巴军参谋长称赞的那样，在现代战争中，看到2支空军在多种空中力量选择方案间进行互动，这完全可以应对现代化的战争挑战。巴方司令强调了武器的相互兼容，好比联合作战演习，有一套完整的系统网络融合在一起，如飞机、无人机、防空系统以及通讯系统等。与北约手册类似，盟国可以根据手机操作装备。早期巴基斯坦在中国购买了性价比高的国防装备，现在可以购买更多可以相互融合操作的装备。因此，此前传出了应对印度空军，巴铁想买中国的歼10C。如果现在要买中国的歼1 B，中国会卖吗？沈飞曾经在新浪微博证实，歼1 B 的改进型已经进入批量生产，虽然尚不清楚取得了怎么样的改进，但军事专家普遍认为，它配备了 AESA 雷达来替代此前的脉冲多普勒雷达。在雄鹰9号演习期间，有换装 AESA 雷达的歼1 B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它被涂成白色笔。关于歼1 B 的是否有瞄准吊舱，目前还没有消息传出。不过，中国有2款这样的设备在提供出口，它们是 WMD7 和 OC2 型瞄准吊舱，可以红外瞄准20公里，激光打击15公里。同时，一款类似美国的 PAL 和俄罗斯的 KAB500L 的激光炸弹 LT 系列也开始引入本地制造。因此，针对批量生产现代化版本的战斗机是否为出口订单的暗示，当该消息引起国际网友热议，其中有巴西网友评论道：“歼10C、歼1 B 战斗机在刚刚结束的中巴空中演习中熠熠生辉。”印度在拉达克地区对峙早期部署了 T90 主战坦克，相应的，中国也部署了150式轻型主战坦克进行回应。在这种情况下 ，T90 主战坦克对上150式轻坦，谁输谁赢一时成为讨论焦点。近日，俄罗斯媒体再次将印度部署的俄罗斯 T90 主战坦克搬出来吹嘘，表示在拉达克地区，中国150式轻型坦克无法战胜印度 T90。本以为网友会跟他的观点一样，没想到评论却翻车。据俄罗斯军事评论1月12号发表的一篇文章表示，在拉达克的一场可能的战斗中，中国150式几乎没有机会抵抗印度武装部队的 T90。这篇匿名作者给出的理由是，排除掉印军在坦克战方面的熟练度 ，T90 主战坦克有能力在山区条件下不损失其使用性能，战胜中国150式主战坦克。文章认为，150式坦克在中国的定义为山地和轻，即使装备好武器的150式坦克也不过重达36吨，应该被归为重型战车，与印度的 T90 主战坦克的体积和重量相差有一定距离。但150式坦克与 T90 主战坦克正面对决时，105毫米大炮是不可能击穿 T90 坦克，因此，即使中国以数量优势对战 T90 和 T72也是不可能的。单看坦克数据和装备，直接中印坦克正面对决，不依靠战术和反坦克等装备，谁输谁赢不是明摆着。轻坦当然打不过重坦，不考虑地形海拔、作战战略、双方武器装备等诸多因素，直接断定 T90 主战坦克在拉达克地区的单方面取胜，怪不得评论翻车，遭到俄罗斯网友的指责。评论中，有俄罗斯网友还是理性的探讨，表示首先现代冲突中很少涉及直接坦克对决，即使高原地区有可能，但别忘了反坦克导弹和无人机。第二，数据不是绝对的，要在使用坦克的作战地区考虑，中国150式的机动性和越野能力更适用于高海拔地区。有部分网友直接表示，为什么坦克要直接同坦克作战？什么废话！坦克应该首先压制步兵的防御工程，高海拔条件下 T90 的坦克的发动机呢？等评论对文章直接用数据定义拉达克地区中印度坦克很是无语。对于中国150式轻型，如果稍有了解的人应该知道，150式轻型坦克就是为了山地或者青藏高原地区作战设计，而不是平原地区。在拉达克地区，印度《欧亚时报》都表示羡慕中国150式轻型坦克能够在高原地区如履平地。另外，150式轻型坦克更偏向一种进攻型武器，相对于传统的火力、机动性、防护3要素，150式的机动性是核心指标，在保证够用的火力跟防护的基础上，极端倾向于机动性、快速部署的优势，能够在冲突8个月时间内的局部战场上的绝对装备优势，震慑周边国家不轨企图。最后，面对 T90 主战坦克，中国有反坦克导弹，有先进的无人机，有火箭炮部队等等方式来应对，而 T90 的发动机能否在高原地区长时间跑得动都是问题。因此，一场战争仅凭武器数据断定一场战争的胜利，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